大概率我有种直觉，我觉得可能欧洲如果也可能就是出现一种那种中国企业那时候在美国刚进入美国市场的，不会完全相似。因为美国市场的这个市场准入啊，还有它的体系标准比欧洲实际上要松的。这个地方对于不管是电力行业啊、产品质量啊、什么认证体系，比美国要完善和严谨的多。所以中国企业如果在这个上面不小心，实际上是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这是比美国不太一样。你说如果他不太注重合规，对呀，就是说中国的茶叶为什么这里的人都还在喝黑茶？如果我们中国自己的茶叶什么铅啊、什么微量元素一直是达标，我相信凭我们的运作能力和中企降价、抬价各种组合拳的能力，这市场上应该只有我们中国人。但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我就像德国人有自己的茶文化嘛。不，这些茶我们都能造的呀。我不是在说我们做中国绿茶，我只是说茶产业。你说把它磨碎了，然后加对呀，我们中国也在做啊。这不那个什么英国的这些品牌很多也都是在中国造的，就是茶这个产业从壶到茶袋包到什么，中国都有。中国有极强的制造能力，而且肯定可以卖的比他们好。只不过我们在中国用的原材料可能稍微铅含量高了一点啊，什么稀有金属的含量高了一点，以至于这些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地方一个持续品牌。我感觉还是文化上面的不同。德国人是知道怎么卖给德国人茶叶的，但是中国人不知道。就比如说那个 Paper and Tea。就是最近不是最近1-2年开了多少家分店的那个？对，欧洲快20-30家。创始人是一个台湾人和一个德国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就是就像刚才你说的多元化、多样性，它是一个结合。就是纯种的东西到最后往往你因为世界在交流，你纯东西很难，你除非用一种外力强行让它延续下去，不然它是很难存活下去。它最后就是个结合。它融入了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新的消费者群体、新的客户，他就会喜欢这种东西。我一直鼓励自强找一个中国的品牌和企业代表他们在这里开展，慢慢找了。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国内一小的公司呢，他也没有实力出来，因为出来他还是需要有成本嘛。对，而且他自己国内没发展好，他万一出来国内老家不保，这种都是有可能。大的公司呢，当他组织足够大了以后，他不是上下一条心的。在出来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对，信息在一个系统里都不对称的。对，它是不对称，就是有的时候上面定了，下面就上回那个咱们开电话会那个小伙在欧洲转了一圈，离职了。他还是公司股东，但他就离开公司了。前2天我还跟他们 CEO 又聊了一次，他就是现在目前他说主要会专注的，先还是专注在国内了，因为他现在1个月的出货量能达到500到600台了。原来那个时候才谈的时候才10几台。我们当时提了一个非常中肯的欧洲落地方案，但是因为他自己的不管叫股东还是合伙人还是海外的这个决定要做这个角色的员工有自己的想法和因素，使得这个发展的方向没有按照中性的、中肯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去走。一下子去了一下西班牙，觉得西班牙可能好卖，哇，我们要去西班牙开公司，德国这边我们放一放。然后现在反过来一看，可能以德国为基地继续去辐射，又可能觉得要重新捡起来，又要重新思考，可能又麻烦。然后看看，那就先在国内做，没关系，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开放的。热泵是有市场的，家里用的热泵。你说威能他们做那种东西吗？对，有点像海尔啊、威能啊，还有这些做的。它本质上是一种能源节省、循环利用的一个装置。这个东西在这边，它是不是会有一个淘汰周期的问题？你像我家底下那热泵能够用了快，我看了2个标签是04年的。是啊，一般有25年到30年的状态。他们呢，它都是永可斯的东西。永可斯都快倒闭了。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以租代买的这种方式，其实会更好。对，就像你的手表，你是租来的。对，我是租的。但是我都不知道苹果还能租，我回头我就有个网站叫 Covia， 然后它专门租售电子设备，它是主要其实它都是 To B 的客户比较多，To C 的客户它很少。对，但它也个人租赁，1个月20欧元。对，它有个好处是当初新的它就可以去换。对，我要是觉得我这个不合适，我只要想试试这个产品合不合适，然后我有不合适的我可以买。有周期呢？1年？是我签的是合同是1年，1年就我算了算，1个月20块钱就200多块钱是手表，哪怕是你用了2年，其实你还是赚的。周大哥早上一说就说到我的 concern， 就是我觉得他东西我买了，如果他以后我不用了，我还花心思给他卖掉，或者是就在我的抽屉里睡觉，对，这是个浪费。所以租在德国市场其实是有市场的。
对，西方人更接受租。第一个，他们没有那么多一下拿一笔现金买一个购置一比较贵的东西，他就得至少省1个月的钱吧，他得计划。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欧洲消费者怎么样，就是国内的如果是租来的东西都不爱惜，所以出租的企业往往不愿意租给个人，因为租的有个承诺就是你坏了我要给你换，而不是修嘛。所以这种情况它会发生很多纠纷。比如说你故意弄的，他说我不是的，你本来就坏，这时候就很纠纷。但是实际上使用者本人并不爱惜，他就糟践。国内有出租的，我原来开公司，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电脑我都是租来的，但因为我是企业，他就没问题，因为他可以告我，对吧？我们说打官司，他这个是 OK 的。那你个人，你一个企业去告成千上万个消费者，你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国内这个都是以卖代租，顶多就是旧的东西回收折价那种方式。但是这个欧洲可能就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不知道这边怎么样，就是整体上他不会说这是他的工作工具，哪怕是租来的，他也会正常的去保养。我觉得不能单从用户习惯上来解析这个租赁产业，就是任何一个设备的租赁产业在这边可能活得下去，或者是国内的租赁产业国内活不下去，它应该是依附于这个系统，税收、保险，然后它是这个整个的商业模式，它就是这么这么绑定的。就是我们说那个什么所谓的营商环境，天天说营商环境政府给的，但其实就是你那个结构和你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国内的那个体制吧，就是它是跟这种，所以你不能单从用户习惯说，它还是会有一个商业整体的保障系统。对，它就是两边的利益都能保障到。对，就是两边的利益都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或者是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一个在某一个时间里你赚了钱我也很开心，这种状态它就能活得下去。我觉得德国这个租赁就都是一个能做的生意吧。对啊，比较是很好的，我一直很喜欢，我一直跟志强说，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拿国内的3C 产品在这里做租赁，这个只是资金需求量比较大而已，跟供应商之间的资金，像你这个手表，但是如果租赁有稳定的合同，其实完全资金是可以银行贷款。但中企或者我们在这里去银行弄大批贷款，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就说这本地企业嘛。本地企业首先 leasing 要做一个，还有一个金融执照，从业的金融执照，这个是一个金融生意啊，对，这就是个金融，这是本身是一个金融本质上你是用钱生钱。这个市场其实是很大的，你像8400万人口，每年的高中毕业生去读大学的独立的从家里搬出来的，他首先需要一个床、一张桌子、一个灯、一个衣柜和一套厨房用品。算下来3000到5000欧元不等，无论你是从宜家买还是去哪里买，总之3000到5000欧元不等。我们假定3000欧元啊，最基础。那么这个家庭要拿出3000欧元来，拿出来买完了，但是房子可能会换，大学可能会换等等一切，这个东西是带不走的，等于3000是打水漂。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3000块钱的成本作价3600块钱，每个月付200块钱，用3年还清，这也是一种200块钱对一个学生来说，他分分钟可以挣到。在他的税务体系里面打工 mini job 或者都不用，就是干点什么零活，对，让一个家里每个月拿200块钱支持他是很容易的，而且不用对这些产品和使用什么负什么责任。对，那么这里面就会产生2块利润，第一个是购买价值本身产生的计价系统的基准价，3000的东西按3600再往外租，还有一个是从厂家那里达到的销量的折扣奖励20%的毛利呢，你肯定要有客户人群。对我来说，学生就是最好的客户人群，对吧？无论是外国学生、本地学生是一样的。你很难租到学生宿舍，你要是住带家具的学生宿舍，自然这个价格一定超过200块钱一个月。考虑折损。对啊，等等这些，而这些折损上的便利，对这个公司做租赁的公司来说，它是减税的，是有好处的；对于个人来说，它是无益的。所以3方参与者都有利。做学生公寓呢，成本太高，要买房子要搞什么？就是我反正始终觉得，随着德国经济目前这个状态，过去30年源源不断的有学生来，今后30年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学生，无论他是哪个国家，乌克兰的、土耳其，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第一，找房难；第二，找到房子以后安置自己难。然后这个是基本生活啊，床、灯这些东西之外。电脑对吧？就笔记本电脑什么，再来个什么屏幕，再来个什么，这些通通都可以在这里去租的话，那你就玩得很好了。而且租啊，我自己体验是，就是我租那个公司，你比如说你的租期和结束了，你这个设备还要还。当然了，这肯定。然后其实它是有剩余价值的。对，它还可以再往外租。
比如说我就在网上就是对，是这样。就我调研出来的这个结构，就是3年是属于第一期，3年之后还有2年到3年的沿用期，但可能换了人，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对，这个产业本身到最后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租赁版的 MediaMarkt 或者租赁版的 Saturn，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商的租赁平台。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那里。不，我说对学生是为了开拓这个市场，因为他们的需求很明显，而且他们是年轻人，他一旦用这个系统用得好，他就会代代相传。所以这个商业模式基于年轻人的商业模式，实用、减负，增加他们的灵活度的商业模式，可能会给我们带来3代的企业发展。这是我考虑一个商业模式的第一动机，不是它是不是能赚快钱。那是不是直接找 MediaMarkt 他们那样合作会更容易上手？不行，要么就是你们是对竞争关系，因为他只要租你的东西，他就不会再去买，你不能跟他们去合作。他是卖东西的，他只有被逼的不行卖不动了，他才会考虑。就是如果我现在作为一个这样想法的人，我在德国市场上一定要消灭谁才能成功的话，那就一定是消灭 MediaMarkt 和 Saturn， 因为他们本身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活不下去不是我造成的，是亚马逊已经打了他们，包括eBay什么打了他们已经没法活了，他们苟延残喘到现在。我们可以是一个新生力量，既不去做亚马逊那一套，又不要传统的那一套，所以我们没有道德的风险。像比如说像你这个租来的，其实也不是苹果自己的公司，对吧？其实当然是一个租赁，专门做这个。其实我相信你听说过这个公司，我知道，而且这个公司在德国应该除了这家之外就没有了，没有了，很少。而且别的地方提供的租赁都是，比如说苹果自己有租赁，它是等于说要分期付款，但等于实质上还是买。我一开始买的那个 iPad， 我那个小的 mini 是那儿买的，但我一直在用，因为它很好用，主要是它还带保险。对，意思就是说我把它摔碎了，就是保险公司会给我赔一个钱，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是个就是短期需求，可能长期我不想要一个这个手表。我最近可能想用一下，或者是就是进一步说啊，就是这个可能在年轻人里，就是尤其是我这代人，或者是比我小一代的人，可能他们就会这么想。对啊，是这样，完全应该嘛。而且你像一个月加起来200块钱或者300欧元，全覆盖了。衣食住行电3C 产品全部覆盖，一个月300块钱，形成一定的记忆和规律以后，对家长、对学生、对整个社会都没有坏处。而对这个企业来说的话，它在2年到3年之内收回来的这些产品，只要它能够再卖的，非洲是个大市场，乌克兰、波兰、捷克，哇，还会是个大市场。因为你买的这个 iPad mini 可能就是一个二手，对吧？它可以是新的，它也可以是二手，只要它价格便宜下来，你在 eBay 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就是公司里面用了1年的，然后把它折价1半卖出来。我经常买这些东西，我经常去 eBay 我也经常买这样的东西，就我能明显的看得到，这是原来 to B 市场里面出来的东西，对，用了2年，基本上没怎么用，对吧？只不过老了1百，但是它折价1半，为什么？因为前面2/3都已经被公司付掉了，剩余价值就只有1/3，它能以1/2卖掉，它有30%在这个销售过程中的利润。那个苹果就是这么买的，那是一个德国出版社，然后它的那个笔户 Austria 对80块钱，对。